你走进英雄协会的时候，会长早就恭候多时。小凡，你可知罪？没错，今天是你被审判的日子。你是一个特级英雄。就在20年前，世界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的怪物，名为灾厄。在最初入侵的10年里，当时人类的防御体系几乎崩溃。而就在悲观的灭世论不断传播时，黑暗中有一个少年异军突起。他和他所召唤的守护灵所过之处，灾厄都会如潮水般退去。他战大妖，斩邪魔，最后在亲手击杀灾厄领袖怪异之主后，灾厄终于退去。这之后，幸存的人类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组织，名为英雄协会，而你也被评为了协会的7名特级英雄之一。原本的一切都在往好方向发展，可和平的日子仅仅过了5年，曾经的伙伴特级英雄太阴巫女温雅贤当上了会长后，协会的态度就变了，对你各种排挤打压，现在更是严重到了要审判的地步。而罪名的来由还得说回5年之前，当最大的怪异之主灭亡，剩余怪异势力退去后，你这位无数人心中的英雄风评却在剧烈下滑。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黑骑士萧凡不会对人类下杀手。没错，他更像是人类的守护者，只会与非人战斗，从未出手毁灭过哪个罪大恶极的犯罪组织。也许是过去的他承载了太多人的期待，当再次陷入危险，那个身影却没出现时，自然有人感到不解。又一次恐怖袭击，黑骑士人呢？他明明有那么强的力量。我远了啊，能不能不要再讨论那个被时代抛弃的老古董了呀？忒烦了都！我已经3分钟没听到黑骑士的故事了，懂不懂末世拯救者的含金量啊？就这么节奏越带越大，而且与人的引导自然少不了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澜。就例如协会现任会长曾经你的队友，同为特级英雄的太阴巫女温雅贤。没错，在成为高层后，他才发现黑骑士的存在是多么碍眼，他的声望实在太大，无论英雄协会做了什么功绩，都绕不开人类英雄这座大山，事事都拿出来做比较。而且偏偏这个家伙还不肯配合协会的工作，是何等傲慢狂妄！既然如此，配不上用上的工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想到这儿，缓缓开口，萧凡，因为你严重违反了职业英雄条例，并造成恶劣影响，在协会的一致表决下，决定剥夺你身为特级英雄的荣誉和身份以及所有特权。但鉴于你曾经为人类立下功劳，协会宽容下改为派往边疆镇守3年，消除恶劣影响。对此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可话音落下，那个沉默的男人忽然笑了，没有哀伤，反而只有畅快。抱歉各位议员，我的确对这个判决存在异议。我记得判决下来之前，我还享有特级英雄的特权，对吧？那么容我在此行使权利，我要辞去职业英雄的身份，来赦免自己的所有罪状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主动辞职？他惊了，这家伙疯了吗？任谁都知道这萧凡的性格，对人类无比忠诚，怎么可能放弃英雄身份呢？你呵呵一笑，出于我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，本人萧凡，英雄代号黑骑士，因无力继续负担，愿卸下特级英雄的身份。根据特权条例规定，当我放弃这身份时，所有曾经出于这身份的荣誉和惩处都会重新判定。扫射一圈议员们惊讶的脸，我想以我的情况，功过相抵，绰绰有余吧。然而你心里想的却是，我前世怎么能蠢到被审判了还会想着继续尽忠的呢？没错，你重生了。还记得上一秒的场景，世界再次被灾厄腐蚀，自己所重视的人全部身死，悲惨无比的未来啊！我居然从那个地狱回来了吗？回想起曾经的理想，守护人类，为人类尽忠，多么可笑。说罢转身离去。等你离开后，众多议员脸色铁青，问雅贤议员，现在这个结果和我们当初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你不是说黑骑士一定会接受判决，乖乖镇守边疆3年，继续成为协会的利刃吗？温雅贤满脸铁青，都给我闭嘴！哪怕没了他，那又如何？现在可不是个混乱时代，失去他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可能大家走后，他心乱如麻，不理解为什么那个人不像过去一样对自己言听计从了。明明以前每次搬出人类大义这座大山都会乖乖配合，他难道不是真正的英雄吗？另一边，一处平平无奇的小酒馆内，老板来杯牛奶。原本还在擦拭瓶身的酒保动作一愣，转过身来看着你，足足愣了2秒，然后深深叹了口气。这位客人，我先确认一下，你该不会是在终于看透了正义的假象后，蓄势待发，准备黑化，现在就想拿几年前恶贯满盈的罪人来练手吧？没错，在所有人的共识里，黑骑士是一个形单影只的独行者，朋友同伴都没有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他太神秘，也太过强大了。有人曾说他的守护灵是一位手持巨锤的红色神灵，也有人说是一个手持关刀的无敌战神。这些都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完整看过他出手，基本每次他出现的时候，都是在遥远的战场或者深入的敌后，默默解决完敌人后再沉默归来。就算是他捍卫在人的身前，却更像是怪物在杀戮着怪物。所以这样令人恐惧的黑骑士，他真的能伙伴吗？答案是有的。酒保冷风真实身份是魔族混血王子，几年前出于某些原因和传说中的黑骑士有了过命的交情。你掏出一个硬币弹过去，不用那么紧张，疯子，我看起来是会随便大开杀戒的恶魔嘛。
接下硬币后，他深深叹气，确实不像，你可比那恐怖多了。手上一翻，一杯温牛奶就推了过来，您点的东西。所以协会的那些议员们，终于还是选择背叛你了吗？是啊，人刚辞职，现在正在待业中。详细的我也不用解释了，你可是首屈一指的情报商，我也是因为有事情想问才过来找你的。如果你想安慰我，不如就请我喝一杯，如何？冷风打了个响指，一个没有标志的玻璃瓶出现在桌面上，淡金色的液体里晃荡着宛如燃烧的幽蓝莲花，意料之外的大方啊！这千金难求，一醉即梦的蓝朵之魂，是法师们梦寐以求提升魔法感知的宝贝，就拿来做酒嘛。他呵呵一笑，蓝朵之魂的额外效果，由于能作用于灵魂，所以能忽视任何实力和抗性，无视等级，让饮用者感受到微醺的醉意。你拿起酒杯，没想到你这么财迷的人也会愿意拿这种宝贝请客。闭嘴，这一杯算我请你的，庆祝你清醒辞职。还想喝的话就得付钱了。两人就这么对应了许久。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你时的场景，他的特殊天赋可以看到灵魂颜色，你的灵魂颜色是让他记忆最深刻的，那是纯粹的白，洁白无瑕的白。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纯粹的正义。忽然他开口，如果你什么时候真的准备黑化了，想对协会的那帮混蛋反击的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雇佣费可以给你算8折。和常常在契约上完成限定的人类不同，魔鬼很重视契约的达成。别忘了，当初你救过我的命，而我的命可是很值钱的。镜头一切另一边，英雄协会的 A 级英雄秦元浩满面笑容，而他的对面居然是魔族将领韩唐。哈哈，韩将军，现在没了那个老古董黑骑士的阻挠，咱们两个国家终于能建立起真正的情谊了。之前从魔帝国享受到的酒，我还念念不忘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还要请你来我秦家坐坐，让我回敬你一些人间的美味珍馐。韩唐掩嘴一笑，好呀，既然秦先生有如此雅兴，等行动结束后，我一定会去拜访一下。这次抓捕那个冷风，就拜托你们配合了。这时，秦元浩身后的人族战士董红石一脸迟疑，他还记得就在今天早上，会长温雅贤神神秘秘找到秦头，说了一些什么东西。接下来他们就接到了要执行特殊任务的通知。可见到对接人之后，他是无比震惊的，居然是来自深渊的魔族嘛？难道他们忘了当初和魔族那场战斗堆砌了多少人族先烈的血和泪吗？刚想激动开口，就被身边人拦住。队长，别冲动啊！董红石叹气，双方达成合作的原因，用膝盖想都知道。秦元浩拍拍胸口，韩小姐放心，这次任务一定手到擒来。在他看来，这次行动完全就是他刷自力的，只需以旁观者身份见证魔族抓捕隐匿在人间数年的半恶叛徒。当然了，战斗的一波可能也会波及到附近平民，而且就算死人，那也是为了两界和平而必要的牺牲，对吧？韩唐微微一笑，那就谢谢了，心里已经快憋不住笑了呀。先前得到消息的时候，简直不敢置信，人类居然自己把那位黑骑士开除了英雄节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当初和我们魔族战斗时，他们能胜利的真相是什么嘛？想当年，魔族是第一个入侵人类世界的国度，而且就算是人族全盛期，他们的重火力覆盖都无法压制那些深渊里的恶魔。按理来说，人族应该被早早推平了才对。然而令人愕然的是，魔族同时也是第一个落败给人类的外域国度，而且战争结束的特别莫名其妙，在两方排开列阵，彼此纠缠的巅峰时戛然而止。数百万魔族大军突然撤离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胜利。当时的人类军也十分疑惑，奇怪，怎么打着打着对面就撤退了？懂了，一定是魔族被他们打怕了，这才落荒而逃，不敢再踏入人类国度。那时的人类文明已经被摧残的支离破碎，而魔族更不会宣传自己的失败。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比所有人想的都要离谱。谁能相信待在大军护卫的宫殿之内，即使是灾厄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强者深渊魔帝，竟然会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闯入者给干掉了，简直离了个大谱。韩唐发誓，他永远记得那一天，那个男人先召唤出的红色守护灵名为许褚，众多魔兵在那柄燃烧着的火焰锤子面前就跟蚂蚁一样被清扫完毕。等魔将们又冲上去的时候，后面出现的那位战神手持青龙月刀，只是一下扫过，魔将们都被拦腰切断，3招之内几乎一合之将。那个男人甚至都没有出过手，就这么一路走到魔帝陛下面前。让韩唐庆幸的是，那个骄傲的魔帝魔族统领者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战意汹汹。就这2个守护灵吗？想成为魔族腹地，天真。狂暴气息涌现的瞬间，那个男人又打了个响指。这次出现的守护灵手持开天辟地的霸烈长歌。你是谁？你不配知道我霸王的名字。一刀下去，自己心目中天神一样的魔帝就这么死了。全魔族带着悲痛的心情冲上去的时候，韩唐奉命带着小王子逃跑。离开之前，他看到那个男人身后还有不断的守护灵出现。这一刻，他也记住了那个男人的样貌，同时也知道了他的名字——黑骑士小环。回忆结束，韩唐心想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人类已经失去了黑骑士，只能把那个叛徒抓回去，靠着他身上的皇族血脉开启魔族秘藏。到时就算是数百深渊大门再次敞开，我们魔族也终将卷土重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酒馆内，冷风欲言又止，人类里隐秘势力的动向，荒原里被打碎的灾厄。虽然我刚刚已经把这些情报告诉你了，但你要知道这些消息做什么呢？
小凡，你已经不是英雄了，对吧？难道当动荡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你又要被道德绑架，踏上那可笑的舞台吗？你摇摇头，不，我只是想明白一件事情。忽然这时他面色凝重，不对劲，外面似乎太安静了，眼中突然浮现出六芒星的法阵，这是魔族的结界吗？先别说对话了，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可下一秒大门打开，来的正是韩唐和秦元浩他们。他当然知道这些人的来历，冷锋的真实身份现在还是魔族悬赏榜第1名。先前是因为人类世界还有黑骑士这个杀神坐镇，没人敢用预言法术地毯式搜索，生怕被顺着网线宰了。但现在嘛，该死，还是安逸的日子过太多了嘛，还待着干嘛？你赶快走！凭你的能力，想偷偷离开这里不难嘛。他能感受到对方强劲的实力，这样打起来估计是九死一生。敌人中混杂着人类，他知道老友曾立下的誓言，出手的话后果会很麻烦。没错，所有人对黑骑士的共识就是他是一个突然崛起的战力天花板，但在他正式照亮人类世界的5年前，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。谁也不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那5年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在那里人族的传承被3个人交给了你，而代价就是誓言和好好守护人类的责任以及决心。巨大爆炸声响起，整个酒吧被炸得支离破碎。韩唐呵呵一笑，身上还流着皇族血脉的混血杂种终于找到你了。冷锋不屑一笑，我还以为是谁，这不是战争中落败被俘，对着人类献媚求饶，最后被一刀砍成冰死的著名魔族笑话韩唐小姐吗？怎么当时扬言2年能占领人界，最后像过街老鼠一样缩回深渊，现在也配在我面前做一座符了吗？韩唐冷笑，你也就身上那点血有价值。说到底，明明恶魔的天职是毁灭，却总想着助人治病，想要证明低等恶魔也能进阶，妄图颠覆深渊崇高的阶级法则。就是魔帝陛下说的那样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品。放心吧，我们只要你的血脉，只要跟我回去好好完成繁衍任务，你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。当然，可能为了繁衍方便，会切除4肢而已。动手之前，他注意到了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人影，那小子是谁？穿着这么普通，只是感觉有点眼熟。算了，人类都长一个样子，动手。冷锋视线不得扫过，他心里很清楚，那位老友既不想对人类出手，也无法对人类出手。如果没办法灭口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将目睹的情报带去给协会，到时候有了确切的把柄，英雄黑骑士的人生将会被彻底否定。他深吸口气，就算现在想自杀，也大概做不到了。深渊魔族既然来了，怎么可能连这点准备都没有呢？摇了摇头，等一下，你们要的不就是我的魔王血脉吗？我愿意跟你们回去就是了。出门在外游荡那么久，我也该回去看看了。从始至终，他也没有任何要低头露出失败者一样神情的意思，就像是在当年母子2人被驱逐出皇宫时，或者看着唯一温柔对待自己的母亲因为无法适应深渊气候而死去时，毫无悲容。命运如此的话，那就接受好了。韩唐满意一笑，好，那么就赶紧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慢悠悠的声音响起，不好意思，你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会很困扰的。他们这才发现，一直都被冷锋吸引了注意力，忘了还有这个醉鬼的存在。我很喜欢老板的酒，关系也是十分不错的朋友，要这么轻松被你们带走了，那我以后不是喝不到了吗？这可不行。没错，为什么你会特地选在这个时间点过去找老友呢？上辈子就是这个时间点，老友被带回深渊，砍断4肢的消息传遍世界。等等，你先别说话。秦元浩冷哼一声，你小子是人类吧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居然帮魔族说话，识相的话就给我滚！说着一巴掌就要拍下，可下一秒手却僵在了空中。这到底是什么写法？快给我松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下一秒我的脚这么离地了，自己居然被提了起来。而这时抓着他那个身影逐渐显露出来，正是武圣关羽。秦元浩好气，你这哪来的杂牌英雄？会召唤个守护灵就以为能 cos 黑骑士啦？人家的守护灵可是霍将军许褚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魔族和人类齐刷刷抽出了兵器，刚想动手，只听到那个男人轻轻说了一声项羽，唰的一道寒光闪过，那些魔族只感觉我怎么看到自己的下半身了？与此同时，从你身后浮现的是一个气势无比恐怖的霸王。韩唐咽了口口水，这几个守护灵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一股熟悉的来自灵魂的恐惧涌上心头，难道是那个男人？那个误会啊！你挑眉，哦，被认出来了。扫视了下四周，如果黑骑士身份现在被认出会很不妙的。有一个办法特别简单，只要没人说出去，那不等于没发生过，是吧？这时冷锋发现不对劲了，用自己的天赋查看你的灵魂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灵魂在每次干掉人类后都会被污染上一层黑，可犹如太极般稍微旋转一下又会变成白色，假装无事发生。你这还自带 PS 修复效果的？他好像还听到了你的喃喃自语，人族叛徒应该不算是人，对吧？只要在动手的那一瞬间改变我的认知就好了。于是看向秦元浩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知道黑骑士守护灵是火将军，那又怎么样？
许褚。轰隆隆一声震动，自你背后浮现的不是火将军还有谁？像这样的小不灵，老子还有好几个。韩唐一脸惊恐，不，黑骑士不是不能杀死人类的吗？人族的叛徒也算是人？下一秒，守护灵们一拥而上，只听到酒馆内传出了凄厉的惨叫。不久后，等魔族和人类团队全面的消息传到英雄协会的时候，温雅先满脸怒火，搞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深渊魔族的使者团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？究竟是哪个势力私自出手？电话对面的魔族大皇子林修元也恼怒不已。温会长，我需要一个解释，我是相信你的诚意才同意了这次契约的，但现在我的人呢，就这样被你们杀了吗？这就是你们人类想展现的诚意吗？温雅先面若冰霜，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魔族。我承认这件事情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但人类不需要对你们魔族抱以任何诚意。战争中我们是胜利者，这次合作掌握主导权的也本就是人类一方，难道你还想重启战争吗？林修文眉头一皱，现在人族可没有黑骑士了。他心中暗想，当初杀入深渊深处杀了我父皇的人是黑骑士，至于你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甚至没有参与战斗的走狗而已。温雅先咬牙，现在我们讨论的事情与那个家伙无关。皇子殿下，你是想我们之间的交易破裂吗？重建文明之后，再也没有灾厄能进入人类城市的领地，哪怕一步。我们人类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势力，纵然没有了黑骑士，也不会带来任何的损失。林修文思索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是，你说的没错，这起合作关乎着我们两族之间的友谊。不过，我只是想知道，这次事情有没有可能是那位黑骑士做的？”温雅翔立刻否定，绝对不可能。这次死亡名单上也有人族秦家的成员，你知道的吧？黑骑士从来不会对人类下手。林修元满意一笑，是吗？好，那我接受你的说法。果然，先前间谍们带来回来的情报是正确的。那个恐怖的黑骑士竟然真的没办法对人类出手，这些人类高层真的太过愚蠢。挂断通讯后，温雅贤面色阴沉，可恶，这些傲慢的魔族，究竟是谁干的好事？不过嘛，锅还是可以甩给那个家伙的。几天后，关于黑骑士退役后击杀魔族误伤人类的消息传得满天都是。冷风愁眉苦脸，好了，这下你暴露了。你呵呵一笑，现在的人类高层丝毫没有意识到人族真正的危机，灾厄已经在暗中谋划卷土重来，而我这次要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人类。还记得我消失那5年吗？那回的我打开过异世界的大门，在那里有3个人传授了我力量，我要找到他们，人类也需要他们的力量。真的吗？那我也跟你过去看看。你点点头。异世界大门后是镇魂街破晓的世界，为了方便我们在里面战斗，我的对接人会提前给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物资。开局曹彦兵就会来相助，还有曹贤亮、夏琳、许褚和典韦这种主角团阵容免费送，约还有千抽福利。不仅如此，完成任务就能获得满星赵云和天罡龙旗，完成主线剧情就可以获得北陆师门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，去和教给我力量的那些人会合了。